开始了，开始了，去吧。OK。他好紧张。如果我是一只龙虾的话，龙虾困住我的就是虾壳；如果我是大闸蟹的话，我就是被那几根草绳困住；如果我是只鸟，困住我的就是天空。如果是一条鱼的话，我就被大海困住；如果是一瓶酒，酒瓶就把我困住。但是我是人，人被什么困住了？人被这个世界困住。以前我总觉得就是会，被这样的事情或者那样的事情困住，但是我发现其实我是被自己困住，因为我相信了那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诉说出来的，所以我在故事中困住了自己。但是，我自从来到第5季桃花坞，我老是播一首歌，那首歌是大卫林奇的《双峰》，我几乎每天要听10几20遍这首歌。所以，此时此刻，我也是被这首歌给困住了。我想再播一遍，分享给大家听听。我想用不同的方式来讲故事，我也想用新的方式去看待那个牢笼，那个故事。我希望我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是人，但是也是其中一个叫人科的人。我有一种冲动去讲述一个新的故事。对 ，OK， 我想我说的差不多了。最通俗的说法就是换一个角度看世界，或者换一个位置，可能你就没被困住。好好听哦。确实，我也挺好听。而且透过这个耳机播出来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放歌挺酷的。对。姐姐哭了。那个不是哭，我觉得那个是被他某一个瞬间的某一个细腻的东西感动到我了。就是第一句话我已经把我拿捏了，他说如果我是一只小龙虾，我就是被这个躯壳困住了啊。我还在想我被桃花坞困住了，我被桃花壁困住了，看见多俗气多庸俗啊。最近他不是给我们2次同屋吗？
那我发现其实他有很细腻的地方，他也愿意观察你，他也愿意就是把他的智慧贡献出来，真的对他发生巨大的改观。他是个艺术家。本来要煽情的，但我一心不忍我很容易把自己剪哭哈。前面说很苦，真的被天空困住。这个话题可以很轻松，也可以很沉重。我喜欢在笼子里待着，一个很黑暗的地方，我觉得那样很有安全感，就是不出门，我可以望着天花板3天，我可以不下楼，我可以躺在床上，如果我不饿的话，我也不喝。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补充能量的好的机会。其实我们周围都有很多的笼子，我想了想，大概我就是这种不被定义的人，然后我喜欢进进出出。我不是一个专一的人，我没有长性，这点我可能跟我不知道，可能冒犯你啊，任科，我觉得这点我还是蛮跟你有同感，就是没有长性，喜欢尝试新的东西。人生就应该像水一样，去到任何的容器都可以变成那个形状。虽然这很难，但是我想我一直在试图突破，所以我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那个自己，拍个电影，然后转身又去拍了电视，然后每一次转身都有人说哦，这不对，那不对，你这样不爱惜你的羽毛等等云云种种。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要是能够自己安静的待着，那比较好。但是我又同时是个极端的人，我又来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你看，我喜欢热闹，但是同时我又很安静。我的基因大概是悲观的，但是我一直非常积极的活着。好开心啊！加油，姐！其实老实说，我其实挺希望这个雨先暂时不要停。从小我是一个江南女孩，所以习惯了听雨打在屋檐上的声音，那是我一种安全感。但是突然间到马上轮到我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它照在了我最爱的树上面，也许也代表着我此时此刻的心境。这是一个我不太想去讲述的话题。昨天晚上佩伦跟我说，曾经我和他应该有一次合作的机会，他会扮演我。他和他的团队在把剧本创作完之后，突然间就陷入了纠结，因为他们当中需要描述一件事情，他们很怕冒犯到我。
在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很多人都怕冒犯到我。在2024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公一起去参加一档节目，叫《爱的休学旅行》。刚刚开始，我记不住我们同行的嘉宾的名字，我就问我老公让他帮我记。我老公说，大家会原谅你。其实他只是无心的一句话，当时我就觉得我被冒犯。有一次，我当时的节目的 PD， 他问我，他说：“丹姐，我还能看到你拿起话筒吗？”我看着他，我说：“应该不会。”但是我被困5年。因为在节目当时，我主持了一场非常非常小的当地的老乡跟我们举行那个欢迎会，我就是跟大家聊天，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我在主持。但是那个人很多人都说，他说：“朱丹，你知道吗？当你拿起话筒，你就在发光。”他说：“朱丹，我一定要把你身上那个光找回来，把那个我们大家都欣赏的那个朱丹找回来。”然后，我亲爱的奚梦瑶，她在一个重要的舞台上摔倒了。那个时候我很害怕跟她去聊这个话题，因为我会觉得她一样局促，她一样恐惧，她一样会觉得被冒犯。但是她非常非常轻盈地说：“我摔倒了，我得站起来。”那一刻，我心满释放了。原来有时候，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勇敢，所以才会经历这5年。但原来只要有一束光，只要有一份勇敢，其实推开那扇门，也并没有那么难，因为那扇门上本来就没有锁。这是我的被困和我的解放。谢谢这道阳光。珍姐，我们找机会把那个作品我们再搞了，好不好？好的。加油，姐 Thank you。下一个我，下个是你了，好期待！加油，微微，一直在听着你的哦。就我感觉困住我的是我自己的情绪，我特别不喜欢我这一点，我特别讨厌，我特别烦这一点。我奶奶过世了，她送给过我一个手串。然后有一次，我去我一个朋友家玩，然后我朋友的小孩把我手串给弄掉了，珠子洒一地。我当下第一刻的反应是跟他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没事儿，没事儿。”但是，我心里我很想抽我自己。我觉得自己
不孝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我这是善良吗？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善良。这算礼貌吗？有可能是礼貌，但我就是很讨厌我自己这一点。我没法说出我自己的真实的情绪。好像生气的时候也要犹豫再三，崩溃的时候也要去预约一个时间和一个地方。我无数次夜里一想到这个场景，我都会大喊一声。我也会真的，我会扇我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下会说出那样的话，我对自己很失望那一刻。因为我感觉我之前我的面前是有一堵墙，我不知道该怎么有勇气去打破它。但我这次来桃花坞我很开心，因为在这里我感觉我有变化，也很感谢这次录制我加入了这个许昕跟智胜的这个组合坏蛋联盟，能改变一下我自己，所以有勇气去打破它。但我在这里，我感觉每一个人都很好，就是很感谢每一个人吧，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很好，所以我是希望我自己因为现在阳光普照，我希望我自己也是会有阴影的地方，然后我也希望我能像前面这些大树一样，有开花也有落叶的时候，然后希望阳光照在我的上面，我会有很灿烂的纹路。最后我希望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一个表情。谢谢。你在哭了，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但他不轻易表露出他的情绪，和他永远保持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当下的那个情绪。当他聊他被困住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吧。所以我很开心看到思成跨出那一步。我觉得不管他会不会改变，但我今天至少让我的声音穿过了这面墙。我觉得对于我自我来说，其实算是一次向更好的自己去迈步。哎呀，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笼子的人。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给自己搭一个很小很小的空间。我每次受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就是会找一个墙角蹲在那儿，然后就是会感觉到踏实自在，有依靠。墙角就像是保护着我的笼子。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自己老觉得老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很少很少很少，少到不值得被认真对待。所以说我就越来越喜欢自己在笼子里待着。
我上学的时候，包括我刚毕业，脱口秀还开始讲，然后我妈就一直让我找工作，然后家里因为各种原因也欠了钱，然后我那时候基本上挣到的钱就要给家里，然后工作贼不顺利，就感觉自己做什么也不太行，然后身边也没有朋友。所以说我每一次这种时候，永远是自己找一个墙角，就在那蹲着，然后什么也不想，好像有时候可能蹲一宿，起来就又开心了，又觉得可以继续在这个笼子里玩耍了。刚毕业的时候也是，有一次我突然就意识到自己又在找笼子，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当时身边有很多朋友，但是我依然在那个时刻选择了笼子。我觉得笼子给我的安全感比那些朋友给我的安全感要强。我很讨厌过生日，因为我每一次生日，我妈妈也没给我过过，然后也没有朋友给我过过。然后小辣给我安排了特别温馨、特别让我觉得被认真对待的一个生日。然后我那天晚上跟雪琴，我俩聊什么不知道，但我给雪琴说了一句：“我说琴子，我真的好爱你啊。”琴子回了个：“生子，我也特别特别爱你。”有一回，有一个大哥认出我来了，他要上来，因为他喝了酒，就动作比较粗鲁，但能够挡在了我的前面。我觉得他比我更危险，但是他挡在了我前面。好多好多朋友都是在认认真真的对待我。我就是觉得我的笼子里开始人来人往了，我的笼子里开始有朋友愿意陪着我，我也愿意打开笼子跟他站在一起，或者是邀请他来我的笼子里做客。现在这个笼子里都是我的一个个的最好的朋友们，最好的、最认真对待我的人。所以说，我想分享给大家一句话：你永远会拥有无缘无故的爱，你永远值得被这个世界认真对待。谢谢大家。哎，志尊送给你。哎呀，谢谢。我觉得剩子每天在这里插科打诨的，然后乐乐呵呵的，好像每个人都看着他都很高兴，但其实他心思是很细腻的。因为哥哥落泪了。因为我们两个都属于那种当下不会说什么太肉麻的话，但是一提到我给他过生日那一段，我也一下子非常的感动。哎呀，就是看他就是很心疼。哎呀，我初中的时候救过一只流浪狗。有一天晚上我放学的时候，然后我就听见有一个声音从学校停车场的仓库与墙壁之间的缝隙中传出来，然后我跑过去看，是一只黄白相间的狗。我看到它被困在那里了。
然后我就想了很多办法，用棍子勾呀，爬到墙上去抱它呀，最后想了很多办法，把它从那个缝隙里面给抱出来了。然后我就给它准备了水和食物，然后我就开心的回家了。我觉得，哎呀，我把它救出来了，它要去看更大的世界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放学，我也不知道鬼使神差的，我又跑到那个昨天我把流浪狗救出来的地方去看，我发现它又在里面。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它不是被困在那里的，是它选择的那里。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有它叼进的一些旧报纸、一些旧纸箱。那个地方对他来说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后来我就升学了，我也没有再见过这只狗，我把它也忘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呢，我也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大人。所以有一天我又开始焦虑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了这只狗。我突然意识到，没有笼子，这个世界上没有笼子，只有一个安全的房间。愉快不？说得好。又读维特根斯坦了，挺哲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辣。录制的第3天的时候，志胜忽然给我发微信说：“你心情还行不？这次感觉有点累。”我特别震惊，因为我以为我隐藏得很好，掩饰得很好，我一直在让自己很活泼，所以我一边感叹胜子细腻的内心，一边回顾自己最近明明是在休息，为什么还是这么的疲惫？直到这次桃花坞给了我这个被困住了的主题，我刚好借这个机会认真思考，剖析了一下自己的内心。我可能是被自己给困住了，因为作为公众人物，难免会有被误解的时候。当误解发生时，我内心非常的着急，我很想去跟人家解释，但是语言是很苍白的，而且有的时候还会伤害到无辜的人，那么我就会选择闭嘴。但闭嘴后呢，这股负面情绪其实它并没有消失，它就是憋住了。它会在某一刻遇到一个刺激就失控了，然后又会造成新的误解，又伤害新的人，陷入了死循环。我一直在反复琢磨，我反复犹豫，我在后悔，我在挣扎，我在给自己制造恐惧，制造痛苦，把我给耗没电了。而桃花坞呢，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有15个人一起生活在这样一个乌托邦里面。其实你去细想，我们在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假的，都是我们造的。但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是真的。我说不清是这几天哪一刻给我充上了电，可能是跟秦子胜的一对视的时候，就懂对方心意的安全感，可能是蔡姐愿意跟我这个新朋友敞开心扉，自我剖析，也可能是有一次跟猪猪姐在饭后
对于不同年龄、不同心态的一次探讨，也可能是跟弟弟一起安静的勾毛线，可能是跟辛辣菜粥积极、沉静、和谐的去准备表演，也可能是我做了馒头，大家都夸它好吃。原来我自己给自己建造的牢笼是不堪一击的，只需要我的朋友们轻轻一掰就可以把我救出来。桃花坞也鉴定了我从辣妹到辣姐。那今天辣姐想说，桃花坞也见证我自己从我的牢笼里挣脱出来吧。辣姐说的真好，真的假的？我想了很久这个问题，然后我今天突然想到，我觉得我好像是会被我自己想要成为的那样的人困住。就是我想象中的自己，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非常的 easy come easy go 的人，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然后有一天，我跟辣，我们在房间里聊天，我说今天在某一些环节的时候，我感觉我有点太过较真了，然后我很讨厌这样的自己，因为我不想我这么的强势。然后辣看着我，他说没有啊，文静，他说我觉得你很好。对不起啊，这个时候确实煽情了一点，但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他说文静，我了解你，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子，我都觉得你很好。我看到的是你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然后那一刻我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就啪就飙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哇，就是我等待的回答可能是你是不是有点敏感，或者你是不是有点焦虑，或者是你是不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了，但是他没有说这样的话。我当时我说辣，我说你知道吗，我感觉你好像就是我把自己袒露完了之后，然后我从天上掉下来，你就一把把我抱在了怀里，稳稳地接住了我，让我好温暖，好有安全感。我就好爱他呀，当时那一刻。他说所以文静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没有有缺点的人，你可能需要找到的是一个喜欢你缺点的人。我说好像是哦，就是当我可以不让自己成为我喜欢的样子的时候，是因为有很多能够包容我成为各种样子的人的朋友站在我的身边，给了我这样的底气。在桃花坞的过程中，我每一次都比前一次要强大，每一次都要比前一次释然。不要再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push 自己了。谢谢你们听我讲了这么久，谢谢。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叛逆，然后跟人家想法不太一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我被什么困住了呢？想了一下，就是被自己困住了，自己的想法困住了。那又如何呢？我觉得。我觉得我作为运动员，失利是我们最大的困扰。但是，当我来到桃花坞，得到了一个许三多的这个称号，非常释怀。我觉得我胜负欲一定有，但是我是可以接受输，我和大家在一起快乐就好。今天说这个困住，
其实我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被困住，可能被困住也只是一时的，因为日子总会往前走，然后事情也总会解决。所以像体重也是一样，他会瘦，他后面也会胖。来桃花坞的时候，自己作为喜剧演员觉得，哎，应该要搞点节目效果，但是又搞不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说行呗，就这样呗。”然后选房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我，但是我摁了 no， 我心里很愧疚。那个时候我也对自己说：“我说行了，就这样吧。”我觉得我挺懦弱的，觉得不够勇敢。我想让自己面临这些选择的时候更勇敢一点，而不是永远对自己说行了就这样。我很喜欢塞尔达传说，然后其实任科每天被大卫林奇的双峰困住的时候，我也每天被塞尔达的 BGM 困住。就希望自己，也希望你们，任何人吧，就可以勇敢一点。哪怕我们不是林克，我们不是为了塞尔达拯救这个世界，拯救这个海拉鲁平原，但也希望我们能拯救被困在那个平原的自己。就这样吧。天晴了。我不是个勇敢的人，我是希望，喜欢我的朋友，喜欢节目的朋友，喜欢看我们那一段的那些朋友们，其实如果在生活中你不是勇敢的，那希望你听我的话，去勇敢的迈一步。其实勇敢，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儿。怎么办？我不知道说什么。那你就开心点，是不是？没有东西能困住你，挺好的。哇。我觉得暂时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把我困住。我觉得我今年20岁，所以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可能听你们说话就一直哭，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可能比较爱哭，觉得很感动。OK。对，我觉得，比如我的困住，可能是我现在被我一直哭而困住。等会儿把墨镜戴上，太丑。太可爱了。OK。说真的，我平常很会跟别人社交，很会跟别人聊天，但来到桃花坞，就是有时候想的特别多，有点紧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也是我出道1年以来第一次自己出来工作，所以我其实是有一点不知所措，因为觉得我让周董3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特别开心，我比较会有安全感的就是朋友。所以当我进谷仓，我发现微明不在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点难过，但是我当下没有完全的意识到，而是等到我一整天下午都没有见到他，我在谷仓门口的楼梯看到他，我说微明你怎么在这？我感觉我好像就是好久没有看到你。我才意识到，其实我还是会在乎我身边，就是会在乎他们，对，所
所以我就有把这件事情跟他讲了，跟他说，我觉得他是我会愿意去分享一些事情的一个朋友。对。然后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我也不想再说下去，我突然觉得可以了。然后我想对我妈妈说句话，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希望我妈妈不要被我们3个小孩而困住，因为我觉得她应该要更多的去做她自己，做她喜欢的事情，而不是永远在为了我们而活。我希望她可以更好的去享受她接下来的人生。对，然后母亲节快乐 ，I love you, mom。很好，快为伟道歉，快点给我们道歉，给这欧阳周董道歉。为啥？怎么了？为什么抛弃了欧阳周董，自甘堕落到坏蛋联盟？你们快把他踢出你们坏蛋联盟！同流合污了，是准备接反派戏了吗？来我们这儿，那我们练手啊，体验生活。第一次见亲民投案的。到你了，到我啦！啊，就是我了是吗？对。天哪！哇！天哪！这个话题其实从开始问我到现在，我都不太知道应该说什么，然后就一直在想。然后我最开始听到任科的那首诗的时候，我是很震撼的啊。然后后来又听到所有人的分享，弟弟全程都在哭，还有包括小董、易然什么的，把自己的内心，他们是一个很哀的人，都敞开。然后，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让我们去这么说呢？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剖析自己？这些话应该都是我们对最好的朋友、最信任的人或者心理医生说的。我也想过，可能要把自己内心的很多东西挖出来，但是又觉得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后来又想说，要不然分享点有的没的算了，但是又觉得那就更没有必要了。所以我被这个话题困住。酷啊，姐！够勇敢，不愧是猪猪。太酷了，太酷了！飒猪猪。太酷了，太酷了！他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可能觉得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笼子，即使与大家不一样，也是非常好的。嘿，对，峰哥，好期待峰哥。我有幸最后一个发言，如果我必须站在这儿分享一些的话，那我聊一聊我的想法。其实我们每个生命都是哭泣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让我们想想，那一刻，也许只有降生的那1秒，我们是绝对自由的。从此，我们就开始被困住。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宿命。
接下来，我们开始慢慢长大，我们开始被成长困住。随之而来的，我们被升学，我们被成绩，我们被高与低的对比困住。接下来，我们离开了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被扔进了这个社会。我们开始被生存的压力困住，我们被成功的欲望困住。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走的一条路。我们被沉默的大多数的集体意识在一次次困住，然后我们被爱困住。关于爱，我没有资格说一分一毫，每一个人都在爱里面成长。我们既变得更快乐和幸福，但我们也被爱困在矛盾中，困在患得患失之中，困在懦弱与伤悲之中。但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呢，我们应该和我们身上的枷锁和牢笼和解。刚才弟弟说了，今天是母亲节。早晨我站在我们的阁楼上面，看着远处的那个草原，我想起了妈妈。那是黄昏的时候，我妈妈癌症，她那个时候已经瘦到70多斤。我看着她突然间举起手，用手指指着窗外，窗外是青年路，那个时候车水马龙。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其实她嘴在动，没有任何声音，但是我知道她解脱了，她真正的解脱了。她一辈子为我们操心，一辈子为这个家庭操心。在最后1秒钟，她的手慢慢的掉下来。那个时候我知道所有的牢笼都没有了。也许有的时候一个牢笼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当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牢笼的时候，我们才有冲破牢笼的勇气。祝愿你们每一位开心快乐。我们要和枷锁，要和笼子做一个和解。这个和解不是屈服，你注定会是笼中人，但这又能怎样？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有枷锁。你说它可怕吧，也可怕，可是你说它有多么可怕，不至于。觉得大家都在那个不知所措、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暴露了一些比较真实的自己。这是让我比较来劲儿的，比较有兴趣的，因为我觉得从这些更细节的东西、更微小的东西能让我更多的认识到它。